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依林，马上欢迎今天到场嘉宾。第一位是清华大学讲座教授张彦廷张将军，依林好，大家好，以及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杨老师，依林各位朋友好，还有陆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厉将军。依林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这一期焦点马上要带大家来关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敦出了这个台湾有事论之后，让中日关系降到了冰点，而且呢，也瞬间让这个日本整个市场仿佛像丢进冰水一样，因为现在呢，不管是包括了日股、还有公债跟日元呢，是全面走跌告急的状况。我们就来看到日经225指数在11月18号收盘下跌了3.2%，这是创下4月份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了。还有包括您看到40年期的日本政府公债殖利率飙升多达8个基点，达到3.68%。那日元呢，更是触及9个月的新低，来到了155.3日元兑换1美元。好，杨老师请教您，现在中日关系一紧张，包含了股市、公债、日元，我们看到全面大跌。就您来看，这一波抛售日本潮到底会对日本带来多大冲击？这个影响其实还是整个国际，尤其是美国的大盘。那特别是对于美国的8大企业，其中类似跟 AI 股有关的，像辉达，有一点就是市场的传言，所以这个是11月18号，的的确确，它的日经、日股或者是日元，大概都有一点受到影响。不过那一天其实全亚洲股市也都不好。对。那可是呢，日本的的确确是受到现在的高市早苗的发言引起的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些抵制或者是制裁，那这些不确定性是会产生怎么样的经济冲击？那它会不会有后续更大的一招？比如说一些大杀招，类似像是以前做过的，对日本采取稀土管制，那个对日本的经济，那当然所有的股市、日元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个不确定性，当然在大盘这个国际的大的局势不好的时候呢，它就在日本就特别明显。可是隔一天，到了11月20号、19号、20号的时候呢，其实因为辉达的财报很好，那所以呢，整个那一天日本的半导体再加上商社这2大类股的这个提升哦，曾经一度盘内这个增加大概2000点，一度又回到了就是5万点的这个大关啊，所以呢。我觉得其实整个亚洲的股市相当形势还是受到美股的影响，因为现在大家对于美股的这个情况哈，应该说美国经济的情况都有一点就是那种担心，有一点这个担忧。一方面是经济通膨，还有最高法院的判决。那当然这个 AI 的这个情况啊的获益，因此大家都觉得所有因素都夹在一起，所以它这个影响呢就会在亚洲特别明显，因为我们跟美国的经济供应链很密切，但日本。特别是加上这次的高市的发言，所以当经济情况不好的时候，它跌得最深。那这个是以后可能会不断出现的。好，现在大家认为说北京就是拿金融武器来当做武器对日本施压。我们要来看到，你看到图卡下方，这是11月20号的时候，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他在记者会上就直接警告说，如果日本不撤回高市早苗这个错误言论，那中方会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说后果由日方来承担。那彭博也分析说，北京祭出一系列的手段，包含了暂停日本的海鲜进口、警告旅客，还有取消一些艺人的活动等等。但是，包括刚刚杨老师也帮我们提到了这个杀手牌，就是稀土牌还没有出手哦。请厉将军来帮我们看，为什么北京到现在还没有动用这张稀土牌呢？如果都是大招的话，第一个在这个2010年的时候，因为钓鱼台事件那中日2国曾经交恶。那时候中国有打出过稀土牌降低对日本稀土的出口，那时候造成日本的这种经济上的一个产业的一个恐慌。那也从那时候开始，日本自己开始要这个研发制造自己的稀土，因为他怕被中国卡脖子嘛所以为什么现在来讲的话，这个美国跟日本来讲要签稀土协议，其实日本是可以做稀土的但是它的产能是有限的，所以之后来讲的话，日本对中国的依赖慢慢降低到只有60%。那最近来讲的话，又开始回升。当中国恢复对它稀土供应以后，他自己觉得说，我就不要再做这个高污染的这个工业他就慢慢又恢复从中国开始进口。现在来讲的话，日本对中国的稀土依赖大概是到70%，但是我认为说是短期之内飞到最后关头，
这个中国大概不会对日本打出稀土牌。为什么？因为我们从这个安氏这件事情就看得到，这个现在全世界的这种产业的供应链其实是非常的脆弱。那如果说是你突然对日本断供稀土来讲的话，可能会造成的影响是全世界所有产业都，不管是这个，尤其是民用了哈，军用我们不讲，尤其是民用，包括汽车，包括到这个飞机哈，包括到各种这个绿能产能啊，都会受到很大一个波动影响。那我觉得中国很聪明，我不需要去因为你日本去得罪所有全世界的产业国家，因为如果说我一旦对日本断供，那这个产生的蝴蝶波澜效应来讲的话，可能会波及到全世界所有的产业都会受到影响。那中国干嘛去得罪全世界所有产业？我现在只要针对你日本就好，我不要去因为你去造成全世界对我围堵。我们从安氏半导体，荷兰的安氏半导体之乱就可以看得出来，安氏半导体这个乱之后，造成全世界的汽车的这种工业来讲的话，都为之可能因此而断供，所以全世界都急得不得了哈。当然中国很聪明了，他最后就是用豁免了，我给你汽车，你们去针对荷兰政府，不要针对我中国，我中国是一个这个负责任的大国，我继续供给你们。同样的稀土产业，我觉得是这样，非到最后关头，我觉得中国不会用，因为他现在来讲。第二个来讲，我觉得工具箱里面有很多的工具哈，我们现在看到，比如说是这个渔产哈，比如说观光哈，比如说我们在讲到留学方面，这个他现在留学，你知道留学有多影响有多大吗？连川普当时喊出说不让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留学，那你想想看，后来他又恢复，为什么？因为60万的留学生对美国来讲的话，各个大学是多大的一笔财务的补助啊？那同样道理，难道对日本不是很大一个补助吗？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大陆在经济方面光使出这几招哈，目前来讲只是这几招。对日本来讲，它的日元已经看到它这个这2天已经开始大变了。那昨天虽然说股市有上，但是今天好像这个又开始跌下来，而且是惨跌哈。因为辉达的这种它的这种年报里面发现说，很多人跟他买的东西，但是钱还没到位、还没付啊。但是为什么欠钱没付呢？大家后面去很多的想象啊，是不是这个下游的企业来讲的话，他做的东西卖不出去，所以变成他没有钱去付辉达，所以大家就产生。会不会有 AI 泡沫化的这种疑虑了哈？所以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来讲，稀土这一段它不会实施，因为它不会去得罪全世界其他产业。它目前来讲的话，等于重点打击，只针对日本。那后续来讲，它可以指出的手段很多，譬如说是这个2017年我们看到韩国因为部署了萨德系统。那比如限韩令，对不对？好，那个时候包括韩国的这个观光旅游，或者是它的这种演艺事业都受到影响。那中国现在采取这一招了，电影也不让你演了，然后《鬼灭之刃》啊，或者《蜡笔小新》啊，哦，其实对日本来讲是很大损伤。我觉得后面来讲它有很多，比如说对日本的这种在中国大陆的企业，包括汽车啊这些企业来讲，哈，加强它对它的检查哈，或者等等这些措施，我觉得它还有很多。那稀土是最后不得已才需要用的手段，在此这些手段。如果能够生效来讲的话，我觉得它不会用到稀土。主要的是，我认为中国大陆不会那么笨到说是我因为你日本去得罪其他的全球的所有产业。是李将军在强调说，不到最后关头的话，中国其实不会动用稀土这一张牌。好，大家在说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包括了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前谈判官，他也说了，说如果北京现在就寄出这个稀土反制，不但会激怒日本，而且也可能连带的，像刚刚李将军帮我们提到的，连带其他的贸易伙伴也会怀疑说，那中国这个供应链的可靠性反而会更靠向美国。好，尤其呢，上个月川普才在南海跟习近平才刚碰完面嘛，也签了这个稀土出口惠及全球的协议。也就是说，那如果北京现在打这个稀土牌，那不就等于是说破坏这个协议，甚至可能惹怒川普？那张将军，你来看，如果最后习近平真的打出这个稀土牌，那美中是不是又会再爆发贸易战？我认为中国大陆它是一个聪明的，它是一个集体领导，它会在那边做非常深入研究、利弊得失分析。我认为打稀土牌的几率，我认为是不高的。因为我们来看，他跟这个习近平跟川普已经达成贸易的协定的话，中国大陆跟美国都有贸易市场的需求性，是对方的市场，因为这是按照经济学的比较利益法则，这是回避不了的。那大家这个双方都会互利，那干嘛
要再继续玩这个稀土牌呢？边际效益会递减，而且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反弹。我倒认为中国大陆会对日本的稀土会作为一个局部的限制，因为日本的稀土啊，每一年的需求量啊是18000公吨，这18000公吨呢，那它进口每一年大概8300公吨，蛮多的。那这里面有70%，刚厉将军有讲，70%来自于中国大陆。是，那来自于中国大陆会不会做局部限制？我认为做局部管控，用途上的管制。那有些你不能用这个稀土，你这个用的稀土的用途你要给我标明清楚，来源清楚，我要做管制，可能会做这个样子。因为日本会做相应的调整，因为日本它会做第一个市场替代，那个中国大陆它对我限制，它会向泰国、像越南这替代市场，因为越南跟泰国是日本的第2跟第3的稀土供应。那这样子嘛，那我就从其他地方来弥补中国大陆对我的控管嘛，会有这个样。第二个，它现在还有备转容量，是我备转容量，我这个继续做，我这个备转容量可以支撑半年到1年啊。那半年到1年的状况如何？那谁知道呢？我有备转容量，我还够，那这样子我就不怕。这是日本的。那第3个呢？日本会关掉一些对稀土急需，因为稀土我们知道总共17种，包含坑跟乙之外，另外15是蓝系15加坑跟乙。那这样子，那我就不。这个不重要的先关掉，用重要的，这是我的主生产量，我的主贸易就需要这些对稀土的需求量是比较急迫性的，我用这些，所以这样子有这方面的应变，中国大陆打稀土牌还有多大的效果，就要去算一算了，因为这是利弊的，打出去稀土牌，结果呢没有效果，结果反而变成日本抵制中国大陆一个理由。那你这样的话，反而变成在这个损益上面、利弊上面的得失之后，中国大陆我认为他会做分析。原来稀土牌在这一方面效果是有限的，那要不要去打这一个？我认为中国大陆会戛然而止，不要打稀土牌。从其他方面，如果最厉害的话，很简单，最钓鱼台嘛，最钓鱼台从平面执法变成立体执法，从这个平常的间歇性执法变成常态执法，哎呦，这就不一样了。因为钓鱼台是主权的问题，还有维权的这方面的问题了，又不一样。这个效果可能比稀土牌效果来得好，而且这个本来就领土争端了。美国会不会？美国虽然说没担保给予钓鱼台列屿，但是问题是，只要真涉及到主权争端，美国原则上是闭上关。你看那个菲律宾在黄岩岛、在仙滨礁、在仁爱礁、在铁线礁，那不是都这样子吗？那美国一闭上关之后，这个日本会屈居下风，中国会屈居上风，慢慢有一种失控的这方面的具体事实。那中国大陆何乐不为？我认为中国大陆会做一个弹性的智慧调整。是将军，我想追问一下，因为现在呢，中日关系越来越紧张，大家也在观望说川普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可是现在其实他没有非常明确表态，只有说，有些盟友不一定是朋友。你觉得他的态度呢？这个川普他认为让子弹飞一下，让子弹飞一下对美国是有利的。为什么？当这个中日关系紧张的时候，日本你是不是你国防预算是不是要加一点啊？你不要老是靠我啊，你自己是不是要ပေး一点钱，多买一些东西了？因为你紧张，你不要靠我，你老是占我便宜，赚我的钱，还有我保护你，自己是不是要多分担一点责任？所以让子弹飞一下，对美国是好的。川普他是生意人，他是讲 deal， 那就是交易嘛，那就很简单，飞一下对美国好，美国立刻这边挺日本，日本感觉到后面有个大靠山，就不用怕了，可以忘所欲为。川普不会让日本在这一方面得逞，就是注意让子弹飞一下，对美国是绝对有利。是，谢谢3位专家精彩点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这一节焦点我们要来关心，现在中日之间的关系真的是如履薄冰，而且中国商务部有最新的警告，说日本呢不要一面想赚钱，但是一面伤害人，所以不排除说会进一步的经济胁迫。我们就来看到，毕竟呢日本首相其实高市早苗，哇，这段时间发生很多事，但是他上任才不到1个月，先是抛出了台湾有事论，那还有包含现在说2战以来的非核3原则，他锁定了第3条不引进核武，那等于是说为美国在日本可以部署核武直
接开绿灯。其实现在呢，这一连串的操作，您从图卡上的右半部，你也可以看到，包含了日本的前4位首相，现在是齐声批评哦。鸠山由纪夫跟野田佳彦他们是在野党，那岸田文雄、石破茂自家人自民党现在都不挺了。我们就来看到呢，杨老师您怎么分析说高市早苗其实他现在态度踩得非常的硬，甚至引来现在中国也下了这个最后通牒，但是他上任才不到1个月，然后4位首相悬崖勒马，但是高市会收手吗？其实高市啊，在去年2024年9月，大家还记得吗？他当初就跟石破茂竞选自民党总裁，他输了，石破茂做了首相，但是石破茂2次的选举都败了，因此呢，他下来，高市上来。那高市上来作为日本第1位的女性首相，但是呢，大家也都知道，她一直以来对于就是战争的议题，对于安全保障的议题是相当的保守，甚至右倾。那去年9月的时候，他就在竞选过程当中曾经提到，台湾如果遭受到封锁，日本将面临到存亡事态危机。那个时候就有这样一个这个说法。所以为什么这一次在11月7号国会反对党的立宪民主党的冈田克也，他也做过外务大臣，他就拿了这一段文字，你讲过的，你现在做首相了，你是不是还这个立场？所以高市就跟他的一个对答当中，就把更具体的说，如果战舰发动战争，则日本出现存亡危机的事态，因此呢，就会启动安保3法当中的集体自卫权。这个其实让美国都很惊讶，防卫省的官员都很惊讶，因为过去讨论所谓的集体自卫权，日本的出兵，如果不是本土防卫的话，一定是在美日安保之下对美军的行动采取基地或者是后勤的资源，就这样子而已。结果他现在是跳过美日安保，单干了。那这个东西当然就引起很大的这个质疑。那我们后来才了解，原来这有个布局的，它的布局其实就11月20号，自民党里面他要求安全保障调查会开会，要修改安保3法。为什么？因为这里面定的非核3原则，而且要去提高军费，提早提高军费倍增，同时呢，可以去开放攻击性武器的出口。所以这几个要件，4个要件都在20号的时候讨论。那因此呢，就引起几个首相，那岸田文雄甚至他自己内阁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说，非核3原则不可以动。那这个我觉得很难，因为非核3原则在日本是很根深蒂固的。可是21号的时候我这边看到最新的这个发展，现在时间是11月21号的下午。那他在中午的早上的时候接受访问，因为22号他启人去南非参加G20的会议，那可能碰到李强哦，但是中国大陆说你不要来，请你自重。但他被问到说，你跟中日之间的战略合作伙伴互惠关系，他说这些都没有改变。还记不记得他在釜山会议的时候和习近平见面有谈到这个？习近平不是很情愿的跟他握手了那但是呢，果然他回来，你看就讲这些话。可是他说日中，从日本讲到日中日中战略和互惠关系不变。那这就表示他的政府的立场。记者又在追问，对于11月7号你讲的台湾有事可能构成的存亡危机事态，那他的回答是，政府的立场是一贯的，至于哪些情况属于适用范围，将依据实际发生的个别具体情况，由政府综合所有的资讯进行判断。他11月7号讲这个话就没事了嘛？他现在回到了所谓一贯，因为从1960年代开始，日本有关于台湾的问题就是事态概念，那这种假设性的问题，我们会真的发生，我们再做判断。是好，可是呢，他当时就不是这样子了。是，但是他没有撤回11月7号的发言，所以呢，基本上北京方面接不接受，我们就很难判断。谢谢杨老师非常精辟的分析。那厉将军您的看法呢？如果高市早苗他想要改这个非核3原则，在日本，这是日本2战以来的国策，真的有可能过关吗？因为包含了现在连自己人都跳出来说，这个就是不能动的。好像今天早上这个有一个全人类对这个要赶，我个人是觉得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讯号。这个 F-35战机，美国居然研发出 F-35战机可以携带的核子弹，叫做 B-61-12这款的核弹。
那以前我们都认为核弹这个都要挂在所谓战略导弹上面、洲际导弹上面，或者是轰炸机上面，或者是核潜艇、战略核潜艇才能够发射。但是美国现在居然可以用5代机携带核弹，这是对全体人类来讲是何等悲哀的一个讯息。那大家试想想看，如果日本它本身就有 F-35战机，那美军在这个日本的本土也驻有 F-35战机，那如果说在日本的本土上面有这款导弹的话，它 F-35战机它的攻击范围可以包括到俄罗斯，包括到北韩，包括到中国大陆。你认为这3个国家可以容忍吗？如果说是它都随时有这个核弹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之前日本的几位首相，你必须要讲政治家跟政客的不同。政治家他是眼光看得比较远，他知道一件事情。其实到现在为止包括俄罗斯，包括到中国那其他的印度我不讲了印度、巴基斯坦这些永和国家，他们的核政策我不了解。但是包括俄罗斯，包括到中国都曾经讲过一句话：他们核武的使用原则来讲的话，他不会去攻击无核的国家。就是说，如果说你没有核子武器，我不会用核武去攻击你那当然，如果你日本如果说拥有了核子武器，那是不是让你周边这些永和国家，包括到俄罗斯，包括到朝鲜，包括到中国，就有名正言顺的理由可以用核子弹来对你攻击？我们之前有一个笑话当然全世界列数所有哪一个国家有多少核弹这个美国有多少枚，对不对俄罗斯有多少枚？这2个国家是最多了，5、6千枚那中国是600枚，那日本有几枚呢？日本是-2枚为什么-2枚？因为它已经吞了2颗了它之前已经吞了，所以大家把它开玩笑说它-2枚。难道你日本来讲的话，经过长崎、广岛那次来讲，你是无核国家，但是美国照样去干你。那坏的是美国那个国家，不是其他的国家，不是中国，也不是俄罗斯。所以我希望日本来讲的话，应该认清楚这个事实是这样。你有了核子武器，对你来讲是祸不是福，因为让你周边的这些永和国家就有名正言顺的用核武器来打击你。因为我会担心你你现在如果里面你自己有一架 F-35战机，随时带个核弹就丢到我的这个国土上面来讲，那如果说打仗，我一定是互相保证毁灭，我一定要先将你核武摧毁掉那所以说，我觉得高市早苗但是高市早苗如果现在他这个一厢情愿，他一直向右靠，继续向右靠，继续向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以他来讲，既然已经提出来，而且今天很不幸的，他自民党里面的会议里面已经通过了要拥有引进可以引进核子武器，或者是有核的这种载具，包括核潜舰包括到这个可以带核弹的战机那如果说你的自民党你已经会议通过，只等待明年来讲由国会来通过，那你自民党如果现在其他是在野党如果说不阻止这个法案来讲的话，它就可以引进核武。当然就日本来讲，他希望将自己置于一个核保护伞，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其实这种心态跟这个韩国是一样的可是我觉得，虽然说他这个北韩拥有核武器，所以韩国也希望说他可以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但是毕竟来讲，南韩跟北韩他们是同一个民族。但是如果说南韩跟北韩现在来讲，他们这个虽然说彼此是敌对国家，但是他们有一个共识，你知道，就是打日本是他们这个南北韩的共识，这是这个民族之间这个恩怨情仇很长的恩怨情仇所造成的。所以我觉得日本来讲，现在高市早苗他既然已经提出来，而且自民党也已经通过这个法案来讲的话，极可能在未来的日本国会里面会通过。可是对日本来讲，到底是福是祸，是不是真的能够放在美国的核保护伞，还是将自己置于核攻击的威胁之下？我觉得这个高市早苗跟日本的群众应该仔细三思，尤其日本的在野党应该要有更远大的眼光，而不能随着高市早苗在那边这个继续向右倾，继续向右靠将整个国家带到危亡的这种境界。好，确实，现在外界也在分析说，为什么高市这么急要急着引进核武呢？认为它其实是源自中国的核威胁升高。我们就来看到图卡当中的右下角，这是美国智库战略暨运算评估中心的资深研究员，他说，日本最忧虑就是中国的核战力增强，尤其是中程弹道飞弹。这个射程虽然不到美国本土呢，但是覆盖了日本跟关岛。
包含了东风26、东风27，还有新研发的惊雷1空基远程核导弹，其实都是针对亚洲地区主要目标的高精度攻击武器。请到张将军的专业来看，中国这一些高精度的导弹群，它对日本的威胁到底有多大？我认为这些不管东风26或者东风27，它都是中长程的弹道飞弹。日本它只有战术武器，它没有战略打击能力。日本有没有核弹？没有。它有没有长程的或者洲际的弹道飞弹？没有。它有没有核子动力的弹道飞弹潜舰？没有。它都是战术型的。所以日本在这边它想要去研发战略型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东风26、东风27之后，它的射程涵盖第2个岛链。那讲惊雷，这一次93阅兵有出来的惊雷1号，惊雷1号是挂在轰6上面，轰6上面它打3500公里，因为轰6就可以飞5000公里。再打3500公里，可以打到8500公里，加起来。当然，它隔壁它打到第1跟第2岛链，它不用出海，在内陆就可以发射。那惊雷它飞得够高，要够高，因为它的从位能换成它的动能速度，就往前面这样子飞。这是惊雷1号。所以这样来看的话，日本想要发展核武，它考量是要3个条件。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它的你要多少数量？你日本要做多少核武数量？中国大陆现在已经600枚，你要做多少？你是不是要比数量？因为比核武就要比梭哈，大家看谁多嘛。第二个比领土面积，日本的领土面积总共37万8000平方公里，中国大陆的领土面积总共是960万平方公里，所以中国大陆的领土面积是日本的25倍，它就25个日本就对了，你25个日本加起来，因为打核武大家是相互毁灭嘛，但是我大你要丢得多啊，你小我通通集中，所以这个领土面积日本也吃亏，刚才讲的数量就已经吃亏了。第3个我认为。日本还有个短板，日本人口集中，北周4国、9州、北海道都集中在那边，那几个小岛不要计算，你都集中在那边，而且它高度城市化，打那个几个重要城市人就毁灭了嘛。人土过度集中也是日本的短板，所以日本的短板多。另外一个，日本如果要发展核武，会牵动地缘战略。南韩要不要发展？你有了，北韩也有了，俄罗斯也有了。中国大陆也有了，那只有南韩没有，南韩要不要？他一定要发啊！他说：“你们大家都有，就我一个人没有，你们全部都有。”南韩这地缘战略就不平，而且俄罗斯会把它战略核武部队往东移，调到勘察加半岛，调到库页岛。为什么？你日本开始搞核武了，我能够不准备吗？会有这样子地缘战略，不是光只是牵动南韩发展核武，包括俄罗斯都要牵动，他可能都要做一个机动的来调整。为什么？你发展核武，我不能不准备，是这个样。所以我们来看呢，从这方面这种来做评估，日本想要发展核武有能力，但是它的风险要做评估。日本现在有47公吨的钚是我们知道原子弹是核裂变，你氢弹是核聚变，那它现在做核裂变呢，做一个原子弹要多少斤钚？30公斤一颗，47公吨可以做1500个，可以做100个。它的小部分是放在日本，那绝大部分是放在法国跟英国。他们是盟国嘛，他们自己是朋友嘛，放在那边拿进来，要做就拿进来嘛。他总共现在日本他们通通加起来47公吨了，有没有动？没有啊，他现在还是3不原则。所以我讲，发展核武是有地缘战略的风险，日本要考量利弊得失，你不要因为因小而失大，为了做核武而造成日本的这种更造成地缘战略的晃动，那会造成它的风险很高哦。所以我认为日本原则上。在目前来看，会走保守的路线。好，非常精彩的讨论，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我们要来关心，美国原本对晶片管制是喊得震天响，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白宫的态度却是急着去游说国会，说不要将这个 GAN 法案纳入了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好，大家在说这背后到底是不是 NVIDIA 的执行长黄仁勋他是游说成功了呢？因为黄仁勋其实这过程当中，他也不断在强调说，中国的市场是非常重要的。对 NVIDIA 来说呢，中国的 AI 晶片市场规模可以达到
500亿美元以上，而且说过去20%到25%的营收就是来自中国。那所以现在呢，如果晶片禁令一旦收紧的话，美国等同于是砍掉自己一块 AI 的脑袋。好，说到辉达，我们还要来关心的点就是呢，辉达这次的财报看起来非常亮眼，但是现在股市上，怎么开始跌了？因为市场发现说这个应收账款激增，也就是说辉达这阵子卖出去的货，但是还没有收到的这个钱已经变多了，极大的主要客户就占了超过1半。所以现在其实华尔街也开始问说 ，AI 现在的获利真的可以支撑过去这段时间非常庞大的支出吗？那我们想请教杨老师，问题来了，那事情发展成到底是中国撑不住美国的制裁，还是说美国撑不住不能失去说中国这个非常大的 AI 市场？我觉得后者越来越真实，而前者中国能不能够撑得住美国的制裁，其实大家都有目共睹。那当然。制裁的部分在高阶的晶片跟设备层面呢，还是有相当的影响。可是呢，过去其实中国大陆连成熟晶片的技术或一些设备都仰仗来自于国际的市场，不管是韩国还是台湾哦。可是呢，它现在从2018年到现在，在中美科技战的压力之下，它举国体制去发展各项的这个技术的突破，跟设备还有装置甚至软体都取得了一些成就。只是需要一点时间，可是呢，你看到在成熟晶片的这一块啊，到了明年中国大陆就是最大的市场，也是最大的生产国。那只不过是在成熟这个先进这个前沿的晶片层面呢，它还是需要时间。这个 Game AI 什么意思呢？它的全文叫做《保障国家人工智慧获取与创新法案》。那其实也就是规定说，要求晶片制造商必须先满足美国的国内的厂商的需求，以及跟美国友好的厂商、友好国家的厂商的需求，才可以卖出非友好或者是非国内，也就是指中国大陆。那这样子的法案，国会有很多人支持，但白宫现在决定要把它踩这个刹车。为什么？反而是 Amazon 跟微软是支持这个法案。你看到就是说这个。要购买这些晶片的这些企业哈，他反而支持，但是呢，硬体的制造商、出口商，像是辉达，他就反对，因为他说，其实你会断掉中国的市场，而中国就走向自我的研发。那其实让中国的市场持续的依赖美国的硬体，尤其是辉达的 AI 晶片。那事实上，一方面可以获得中国市场，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延后中国自己研发的压力。那这样子做呢，可以让美国争取到时间以及更多的研发的经费，在硬体跟技术的落差上面能够保持持续的领先。这就是一直以来黄仁辉说服的，就是白宫的叫 David Sachs， 这个叫做 AI 沙皇，他现在采取支持这个态度。所以我觉得，但是即使这么做，你觉得大陆看不懂吗？那当然看得懂啊，那就是没有办法，那我们就用时间来换取空间，也就是说，也许时间再拉长一点，那等待中国大陆自己本身的先进的技术跟设备能够到位，那它再巩固它自己本身的市场。我讲这个还是需要国际合作了。因此，你说到底谁会冲击谁？那其实这也就是中美的 AI 争霸战的持续战。好，现在中国市场对美国来说还是非常重要，但是外界也在关注说，那美国是不是可以靠其他的市场来补上中国的这个缺呢？最新消息是，美国的商务部他披露说，沙烏地阿拉伯跟阿联酋呢买辉达的 Blackwell 晶片，美国国家上限3.5万颗，那要符合安全还有通报规定才行。还有这个沙烏地王储沙尔曼，他也是非常激进在推动投资，包含了 Human 公司要建立 AI 资料中心，包含了云端容量 AI 的基础建设跟模型，还有说马斯克现在也宣布 XAI 要在沙烏地建一个500兆瓦的资料中心，那他所用的就是辉达晶片。好，大家对沙烏地的印象就是非常的有钱，那请教张将军你来看，这个战略上，就算沙烏地他再有钱，可以补足中国市场的缺口吗？我认为这是相互需要的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就沙烏地阿拉伯也好，或者阿联酋也好，他们的石油就有挖光的一天，不可能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现在是不是要有一个战略资源替代？找到 AI， 找到晶片呢？是这个样。那为什么找到这个阿联酋跟沙烏地阿拉伯呢？因为他们有钱啊，有钱要两个条件，第一个你要有钱要够哦。这个阿联酋跟这个
阿联酋跟沙特，就是沙特阿拉伯，我们就是钱多啊，我们武器都是付现的，不要折年按1年付款，我们一次交一次给你，都是这个样。那黄仁勋不是要赚钱吗？刚好选在那个地方。第二个战略的考量呢是什么呢？我们知道 AI 就是电，就是在电力。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它有的是石油，有的是天然气，还不要忘了，它还有很多的太阳能、沙漠，那都没有人，因为它是以前的时候是个游牧国家。沙特这个地方会不会影响到或者环评环保？会造最少，因为这个地方地广人稀，又是沙漠气候，太阳能是最好用的哦，就选在这个地方，所以都有很多的考量啊。最重要考试要钱，对不对？像今天刚好，那我们一货两起，刚好你有钱，我有货，我们两个刚好可以。那美国商务部长批准通过，我们就让他们盖，是这样。这个是个国家战略布局，那个就是这个黄仁勋也好。他这个 NVIDIA 就是要抢占 AI 战略高地，在什么地方？那就在中东嘛。那刚好沙特阿拉伯就是中东的核心地带，我就在那边布建，然后再做扩散。这个是一个市场风险分摊的概念啊。所以对两个来看，对这个沙特也好，或者是对黄仁勋看，都是一个很好绝佳。人家上面都会做一些现地的考核、利弊的分析。你考量完毕之后，就是4个字：要抢占先机，要不然的话。中国大陆会不会捷足先登，或者其他市场会不会也做资金的投入，都有可能啊。那就是要抢占先机。所以现在，这个已经出来了。你看呢，最重要的有一个，它需求电力多少？500兆瓦，这不得了的，它是兆瓦，不是100万瓦哦。那就换句话说，要选那个，一定要是选电力非常充沛的。那现在工业没有大发展，因为大多大量消耗，我的预量就不够了。现在沙特阿拉伯预量是很够的，就是选地就在那个地方来。大家来投资，大家都有双负需求，所以这样战略高地选在中东，选在沙特。是好，这一场晶片战背后，其实大家也在关注，包含这个 DDR5 记忆体的需求突然间暴增。我们来看到这个数据是韩国对中国的出口，今年的第3季就飙到78.8亿美元，对比去年呢是多了2成。那原因很简单，就是美国管制了高阶的 GPU 和 HBM， 那中国只好大量的现在收购 DDR5， 甚至自己生产来提高良率。那这波抢货呢，现在刺激全球的记忆体超级周期，价格也跟着炸掉了。三星 DDR5 的合约价格单月就涨了60%，Netflix 还有这个消费记忆体的供应也非常紧张，甚至说现在连手机啊、显卡可能都会被波及哦。李将军，您看现在中国这一波拉货是很单纯的市场需求而已吗？我这样讲哈，这个当然中国由于被美国的科技管制哈，不能够获得先进的 AI 晶片哈，它必须在这方面寻求突破哈。那首先我介绍什么叫 DDR5。DDR5 事实上它就是一个 DRAM， 也就是说它是高效能的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哈。这讲起来有点绕口，我等一下解释给你听。然后它可以取代什么？取代人工晶片里面的 AI 的这种HBM 哈。那如果说我可以取代，我用这个来做，做的效果怎么样？这个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假如说我们现在用 AI， 你问 AI 一句话哈，你问100个教授在那边，你问他说，教授，你们这100个教授，我想请问一下，我要画一个全世界最漂亮的美女，100个教授他当然以他们的智慧，他们知道美女的标准哈，比如身高啊、体重啦、发型啦、肤色啦什么，他们就马上可以画出一幅漂亮的美女绘画。那我没有100个教授，我怎么办？可我有1万个这种学生呢，每个学生可以记住，就是很简单，你要教他说，这组学生，他只要记住什么样的发型是最美的，什么样的发型要搭配什么样的身材，什么样的肤色，然后什么样的妆搭配什么样的发型，每一个学生记一个，那我只要3个教授来讲，我只要这边一叫，我需要什么样的发型，那边那组学生就记忆体里面，他只要把这个提供出来，就可以提供这个教授来讲的话。他画出也是一样，可以画出一幅很漂亮的美女图画。因为我有很多个100万个，譬如说我有100万个学生，每个学生他脑袋虽然说容量不大，可是他可以记的东西很多。当然我这个举例不是很适当的，但是为了让观众能够简单的明了，就是说你不是所有 AI 一定都要用到高阶晶片，我可以有替代的方式，我可以用这种所谓的这种高阶的这种高效能的动态哈，它是很高效能的动态随机存取的一个记忆体啊，来也一样可以达到 AI 的一个效能。好，那在这种状况下，当然现在包括到华为哈，他都讲说这个
DDR5的这款的晶片来讲，甚至于可以媲美这个辉达的 A100晶片哈。那 A100也是属于 AI 的晶片。甚至于它生成910B 哈，也都可以用这个，也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哈。所以我觉得，当然中国为了要突破 AI 被美国所管制，它当然会用尽各种的方法寻得突破的方式哈。所以说，也因为这个如此哈，这个随机存取记忆体来讲的话，现在来讲都大量供给企业界来使用。那反而来讲，一般消费级就是像我们这些人嘛，我们经常也需要买一些这个记忆体，比如说我们买的就是这个上面写的这 Flash 哈，这个消费等级的。那当然现在企业来讲的话，那边利润比较高，它就做到那边去了，所以我们一般消费级的量就会比较小。那也因此，如果我们现在一般人你要去买这种消费级的这种随机读取记忆体来讲的话，那价格就会上涨，听说涨到60%那么多哈。那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中国会竭尽各种方法去寻求 AI 的突破了。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光靠说管制晶片来讲的话，那当然中国可以寻找出突破管制的方法。好，休息一下，我们稍后马上回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这一期焦点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乌克兰现在是丧钟已经被敲响了吗？就是因为美国媒体爆料说，其实川普一直以来呢都在跟俄罗斯在进行秘密磋商，制定了这个结束乌俄战争的新计划。然后现在呢，我们摊开这份由美国特使牵头起草的28点和平计划，哇，大家一看说这个内容根本就是乌克兰的投降书。我们来看到包含了要求乌克兰要割让顿巴斯地区的领土，还有武装部队的规模直接砍半，而且要放弃长程武器。再来呢，包含了从语言跟宗教下手，说要承认俄语是官方的语言，还赋予俄罗斯东正教官方的地位。还有包含说，乌克兰境内呢不允许任何的外国军队来驻扎。更狠的是，基辅当局呢，还有欧洲的盟友，在这个草案的过程当中，他们是完全被蒙在鼓底的哦。因为美方呢准备把这个既成事实呢，直接就硬塞给泽伦斯基。最新的消息是，泽伦斯基他也已经收到了这一份和平计划，而且同意要就这些计划要点展开工作。但是有一个前提，说希望可以体面的终结。好，不过大家真的很好奇，为什么最后会变成这样的？杨老师，你来看，川普他为何会全然答应这个普丁的要求？我就说，这是上一次匈牙利的总理奥班到白宫和川普吃午餐，就表达了作为川普跟普丁之间的一个传达的信使。那这个就由这样个推演出来28点和平计划，比较细部的内容哈。那在领土上面，俄罗斯将获得顿巴斯，也就是现在的顿内茨克跟卢甘斯克。卢甘斯克它已经全部的占领，顿内茨克也就是在红军城之后，它也会获得整个这2个省。然后呢，克里米亚获得国际承认，美国也会承认，并沿当前的战线冻结赫尔松跟扎波罗热的部分的地区，也就整个乌东的地区，其实现在的战线所在的地方，但是包含整个顿巴斯的地方，俄罗斯都取得。所以这个是在所有包含美国在内的各方都会给予法律承认，这是28里面所讲的。此外，他也提到说，西方将全面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归还约2/3，大概是2000亿欧元所冻结的俄罗斯的央行的资产，在各国，尤其是在瑞士，而且正式邀请俄罗斯重返 G7， 回到 G8， 那是1998年到2014年，其实俄罗斯是参加的这个 G7， 那个时候就改名叫 G8。然后呢，在领土跟国际地位上面，俄罗斯还会拿到经济大礼包，像是美俄成立联合基金，共同开发北极的资源。这个其实是美国想要夹带的这个东西哈。3000亿的欧元被冻结的资产中，然后呢，扣掉的这1000亿用在乌克兰的重建啊，这个是好像是俄罗斯拿出1000亿出来帮助乌克兰的一个重建，应该算是赔偿吧。但是重建项目一半的利益归美国的企业，
这个是川普，你看厉害了。那扎波罗热核电厂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重启，发电量一半供乌克兰，一半卖回俄罗斯。好，那卖回来的利润里面又一半是美国的企业拿哟，不要忘记哦。所以俄罗斯如果所有的未来再犯的话，这些优惠将会取消。那同时军力的话呢，乌克兰最多只能维持60万人的军队，维持禁止拥有射程可以打到莫斯科，也就是中程飞弹你就不要想了。然后呢，军备部队必须要解编。英国主导的战机联盟将驻扎在波兰，而不是乌克兰。北约部队永久不得进驻乌克兰领土，北约会籍会被彻底的排除，所以他不能进北约，军队也不可以进来，外国军队也不可以进来，他的军队只能维持到60万。那换得什么东西呢？换得美国给予欧盟和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并且加速进入到欧盟的承诺，这就是28点。我觉得乌克兰会接受吗？其实现在看起来，在战场上、地面这个战争上面，他已经处于绝对不利。同时，泽连斯基自己的内阁已经贪污的不可复加，没有任何的支持率，他撑不下去了。那欧洲这边只能打嘴炮，也没有任何实际上的这个帮助了。川普就是拖到后来，让整个战场乌克兰到欧洲，你的窘态完全呈现。那这个时候呢，当然就2个大老板、2个大哥就拍板叫定28点。是，但是现在美国大家在说根本就没有对乌克兰提出任何的安全保障，但是泽伦斯基是不是也没有条件可以拒绝？他有说美国是提供安全保障，但是这个安全保障呢不是很明确，是怎么样的安全保障？因为既然不可以有外国的驻兵，那同时乌克兰军队又只能这个拥有少部分，所以怎么样的安全保障，其实这个是一个大的问题。是不可以外国驻兵，也就是说不可以连维和部队是不是能够进去？通常维和部队联合国不会介入到常任理事国相关的这些争端的事务当中，所以也不会是联合国部队。好，确实，美国现在呢很突然这个急转弯，其实整个欧洲也陷入恐慌。现在包含欧盟的外长也几乎说，任何结束乌俄战争的计划，其实都需要乌克兰跟欧洲的支持才可以。那法国外长话说得更重了，他说和平不是投降。波兰外长也痛批说，不应该限制乌克兰的自卫能力，受到限制的应该要是侵略者。好，现在您看到包含我们刚刚提到的欧盟啊、法国、西班牙、波兰这些外长纷纷都跳出来，大家在观望。张军，你来看，这是他们很害怕失去挡在俄罗斯面前的这个缓冲区吗？我认为这个欧洲这些国家，刚才所讲的，不管法国、德国、波兰、英国，还包括意大利，都犯了极重大的战略错误。对，要不然他们出兵援乌，要不然立刻就割地和谈，要这样子。你们都不出兵，你让乌克兰打，乌克兰现在怎么打？乌克兰现在面对3多的困境，牺牲太多了，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动员，牺牲太多。第二个，它的领土一直沦陷，它每一个月丢掉一个关岛，美国关岛是550平方公里，每一个月被俄罗斯攻陷550平方公里，你怎么办？3多啊，沦陷多啊。第三个，国债越打越多，你是借钱嘛？你乌克兰也没有办法卖石油，你卖那些谷物是没有用的，那能够卖几个钱？你3多你怎么办？死得多，丢得多，欠得多，你怎么打下去嘛？你现在要浏览乌克兰战局其实非常简单，大家出兵帮他嘛，但是要冒核战的风险。普丁会不会跟你打核战？会核战。那我想，那你这些国家讲话的国家，你为何而战？为何要战呢？那就不敢。到现在为止打了3年9个月了，没有国家敢正式出兵。全世界195个国家没有一个帮助乌克兰，那乌克兰怎么打下去？没有人呢。那乌克兰现在面临3个困境：第一个，逃兵多，大家逃兵，现在逃兵20万。不愿意上战场了吗？没有意义嘛，越打越输。第二个，他现在贪污很多因为大家看已经不对了，矛头就卷盘跑，尤其是泽连斯基的亲信，都跑了，拿了钱就跑到海外做义工，因为玩不下去了嘛。那第三个呢，负能量太多，基层士气很低迷都在抱怨，那也不能不打，你逃了或什么了，你到时候什么都没有，还会被抓回来审判，那打了是不是送死？所以负能量太多，你怎么办？没办法改变，防线崩溃了。所以我们看了这个战略态势的转换是不可能看不出来，没有办法改变战争的结局。所以越早结束越好，不要再牺牲了，不然又是3多继续
变成3多，变成3个更多，那不好嘛。我认为这个尽早这没办法，这是当初泽连斯基犯了严重的战略错误，西方国家也犯了重大的战略错误，而造成目前乌克兰的败相。是好，回到战场上，我们又来看到俄军在前线传出的捷报，因为现在战场形势几乎是完全一面倒向了俄罗斯。我们来看到俄军他动用476架的无人机，还有48枚的飞弹，锁定了包含能源、交通设施，发动很大规模的空袭。那俄军的总参谋部呢也宣布说，已经完全控制了战略重镇，包含了库皮扬斯克，还有在红军城也都有重大的进展，甚至俄军的官兵已经在当地展开常态化的巡逻。那反观乌克兰呢，现在不但是前线连连失利，而且刚刚呢，其实来宾也都帮我们提到了爆出很惊人的贪腐丑闻。匈牙利外长就直接说，其实乌克兰它就是存在战争黑手党，还有腐败体系，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援助的钱根本你没有办法用到刀口上。好，李将军回到战场上，你帮我们看到现在前线很崩溃嘛？那刚刚提到后方又是贪腐被美国抛弃，那现在乌克兰面临这个3重危机，那战场上现在的战况到底有多严峻？你刚刚讲的库皮扬斯克，我们现在在地图上面，各位可以看一下它位置在哪里，在北边哈，它是哈尔科夫州。那红军城是在南边，波克罗夫斯克哈。那中间有几个城市哈，包括斯拉夫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基夫卡，还有康斯坦丁堡哈，这几个形成一个城市群。也就是说，其实如果说是库皮扬斯克跟红军城都丢掉的话，很明显，这中间这个几个城市大概保不住，这几个城市保不住，我们很明显的，我想说一般人对，包括110你都看出来，这一线整个就崩溃掉了嘛，等于说你就无险可守了哈。那我们回到刚才所讲的这28点条件，到底是和平条件、停战条件还是投降条件？我觉得，你要讲和平呢，那只是这个大家这个粉饰投降的过程了哈。当然，这个我觉得乌克兰真的非常的悲哀，他当初被美国推去打这场代理人战争，那居然到现在连投降怎么样投降的条件，他自己都没有资格上谈判桌来打。大家记不记得第二个是欧洲哈？欧洲也被美国拉进去打这场战争，叫欧洲这个支援各种武器啊能力来讲的话，大家记不记得上次在白宫哈，就是川普跟普京这个在阿拉斯加见完面之后，那时候川普曾经把欧洲7个领导者叫到白宫来，大家在前面坐着一排，我们戏称他叫做7个小矮人哈，在那边。那现在来讲。整个欧洲的战局，连欧洲的这个7个小矮人都没有资格来谈，现在由美国自己来决定要怎么样投降，你会不会觉得这就是这个一个国家，甚至于一个北约的一个悲哀？那你们现在欧洲这些不管马克宏或者是这个法国的大使，说和平不能成为投降，你们现在还有资格讲这种话吗？但是我们从刚刚战场上的局势，我们就看得出来，现在大家在讲说，这个大家在讨论说，泽伦斯基可不可以吞下去可不可以接受？对。但是我反而要说，这个普京愿不愿意就这样子，就此结束，不见得会结束哦。我们经常讲一句话，你这个在战场上面你没有得到的，你也不要想在谈判桌上面得到哦。但是如果说在战场上面我可以得到更多的，你会不会在谈判桌上面要的更多？这是现在来讲的话很现实的一个问题。那普京，我们可以讲说他也不是什么善类，也不是吃素的。你认为现在来讲，如果说红军城跟库皮扬斯克，我们刚刚看到地图内线全部被打下来，那在这种状况下，这个俄军会不会打得更多，要了更多的土地？我一直提醒大家记得一句话。川普跟普京在阿拉斯加会谈的时候，那时候普京提的是什么条件？他说：“你们最主动退出整个顿巴斯，我就可以不去攻击赫尔松。”那现在反过来，他现在讲自己把整个顿巴斯打下来了，那我会不会继续攻击赫尔松？他继续攻击赫尔松的目标是在哪里的？我认为是敖德萨敖德萨是一个港口。大家记不记得为什么我这么一直在这样强调？记不记得2022年这个俄乌战争一开打的时候，第一次开打的时候，俄军就派兵去占领蛇岛。我想印象大家应该还记得，蛇岛有七个阿兵哥在那边嘛。后来他们这个比个中指就向俄军投降了军舰，因为整艘军舰开到你这个小岛上面来。
那蛇岛在什么位置？蛇岛就是敖德萨的门口那个岛，那个小岛。那时候一开始就很明显的，俄军啊目标就是要打到敖德萨。那现在如果说是普京有机会拿下敖德萨，他会不会继续拿下敖德萨？拿下敖德萨可以将整个乌克兰打成内陆国，可以确保他黑海舰队的安全。